有冇搞錯？好，大家好啊！今日再同大家講下中國最主要講咩？經濟問題啊！因為點解咧？因為7月30號，中共咧喺北京開咗政治局會啊！你知道上個月之前咧話4月份開完之後，5月、6月都冇開啊嘛，即係話6月咧話有開咗，咁7月份而家就比較正常啦，一個月開一次。咁通常7月份開呢個政治局會啊，係一個好重要一個會。點解咧？因為8月份就北戴河嘅嗰個度假啊，通常有一啲老人家係咪？即係所謂元老啊，好多人咧就去北戴河嘅，咁就要同大家傾。通常7月份都要講經濟嘅，但係咧就今年都係一樣就係7月30號開完呢個政治局會之後，咁就大家就好關注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之前咧香港有媒體即係嗰啲親中共嘅媒體咧，其實已經放咗消息出嚟嘅，話咧7月底開一個政治局會，佢話有幾個內容啊。一個最重要咧就要講苗華同埋何衛東嘅兩個人嘅事啊，講呢個定性啊，之後點樣處理。但開完之後大家可以睇到而家個公佈已經出嚟啦，完全冇呢兩個人嘅事，即係苗華、何衛東發生咩事完全唔知。中央軍委7個軍委委員，而家3個唔見咗，咩回事？發生乜嘢之後會點？完全唔講唔理即係當佢冇到就當佢冇事啦，就唔理咁多啦。但係今年嘅7月30號嘅政治局會最重要一樣嘢，佢講嘅係4中全會嘅日期，其實唔係一個日期，係一個範圍。佢話會決定10月份開，其實呢個比較奇怪嘅。通常講呢啲中全會都係要開提前1個月講，而且要講明大概嘅日期嘅。即係話10月嘅中旬啦，10月嘅下旬啦，甚至係講幾日到幾日邊一日開。咁呢個當然即係俾下邊嗰啲官員有個準備咁呢一次講4中全會喺10月份開，咁大家都知8月份有北戴河啦，9月份有閱兵因為好多嘢，咁佢推到10月份先至開呢個4中全會。咁當然佢公佈裏邊主要講咩？4中全會講乜嘢咧？佢就話4中全會主要係會定15嘅計劃，經濟計劃。咁你知道中國每一次都有個5年計劃啦。通常呢個15嘅計劃係5中全會講嘅今年就4中全會講啦。咁4中全會應該講乜嘢嘅咧？本身係應該講機構改革嘅，即係行政嘅一啲問題，今年完全冇講到。3中全會講經濟，4中全會講呢個機構嘅問題，5中全會講呢個即係下年嘅經濟，講一啲其他嘅一啲部署或者一啲嘢。咁呢一次咧就比較有意思嘅，全部加咗喺一個4中全會前邊又講埋經濟，後邊又講埋呢個下一個5年計劃，全部擺喺4中全會講當然呢個係完全同以前嘅慣例唔同啦。我哋唔理佢同定係唔同，但係今年呢個7月30號嘅政治局會，佢講出嚟嘅有關經濟問題嘅好多說話咧，其實係有好大嘅一個轉變。呢個轉變將會對中國經濟會造成好大嘅影響，我相信包括香港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嘅，所以一定要關注一定要關注。首先我哋第一件事，大家知道呢個中共一開會尤其一個比較重要嘅會以前習近平呢10幾年都
都要講咩？2442，即係兩個確立啊，確立以習近平為呢個核心嘅黨中央嘅領導啊，確立以啲嘅咩習近平咩乜思想為呢個中國發展嘅一個基礎，呢個確立啊，兩個確立，咪跟住咩四個自信啊，四個全面。呢個全部呢啲嘢都係習近平思想裏邊嘅內容嚟嘅，後邊咧就係兩個保證，要保證呢個中央嘅集中統一領導。2442係中共最近呢啲年嘅一個標準嘅講法，目標就係習近平嘅一權獨大，定於一尊。好啦，7月30號。呢啲講法完全冇咗，剩翻嘅係乜嘢咧？剩翻嘅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呢個重要思想，跟住係科學發展觀，到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乜思想，係咪好長？我唔想講啊，變成咧習近平只係喺呢個一個系列裏邊嘅其中一個。所以佢要樹立以習近平為核心嘅黨中央嘅一個規劃，呢個待遇就同江澤民同胡錦濤冇乜分別。呢個係一個信號，係一個信號。即係我哋之前有講呢樣嘢係一個睇中國政局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標誌一個說話。呢一次政治局會冇講啦。呢個係第一。第二，習近平嘅經濟思想新三樣啊嘛，新質生產力啊嘛，係嘛？要講呢一次要全面整頓呢個三樣嘢。新三樣就係咩電動車啊，咩新能源啊，呢個咩高科技啊呢啲啊，即係講呢個。而家咧就係因為投資太多，內卷。競爭太犀利，所有人都蝕錢，所以而家要整頓，要整理呢樣嘢又係因為習近平上嚟之後推好多嘢，我哋都講係南美工程啊、雄安啊、咩大灣區啊、京津冀呢個河北即係北京周圍嘅咩經濟咩大區啊。全部都係南美，雄安啊，乜嘢好多嘢，咩全面小康啊，咩農村嘅廁所啊，呢全部都係南美，所以呢個新三樣睇嚟都係南美啦。呢個又係另外一樣嘢啦。另外一樣嘢，房地產呢一次講，以前由李克強開始就講六穩。穩就業啦，穩預期啦，穩樓市啦，穩咩呢樣即係穩定啊，要穩好多樣。今年又講5樣嘢，穩5樣嘢，少咗嗰個係咩？樓市呢樣嘢好犀利啦。咁啊，大家點樣解釋呢個穩樓市？而家唔穩樓市啦，因為佢話樓市已經穩咗啦，有冇穩咧？點樣穩法咧？咁啊，大家。我相信如果喺中國大陸或者喺香港嘅朋友大概知嘅。咁中國大陸而家包括咩北上廣深啊呢啲最大嘅城市，而家跌到七彩咁啊，係咪跌到媽都唔識？咩穩啊？點樣穩啊？其實係咩意思咧？其實係已經穩唔住啦，已經失敗咗啦，所以最好就冇講啦。你越講咧，俾人哋笑話你越多，係咪？所以穩樓市唔講啦。唔講穩樓市啦，但係佢冇穩樓市，佢同樣有後邊嘅措施嘅。以前為咩講？我哋要實行寬鬆嘅貨幣政策，係咪？要降息降準要咩積極嘅咩貸款呢樣嘢？呢一次喺呢個政治局講出嚟嘅會裏邊，全部都冇咗，唔講降息。唔講降準，唔講咩寬鬆貨幣政策，即係咩意思咧？
因為呢啲如果再掟錢出嚟就係想挽救嗰個房地產啊嘛。而家完全冇得救，即係咩啊？躺平。北京啊，直情躺平啊！你話知你啦，即係你而家已經衰咗啦，睇你衰去邊度啊？我估後邊可能好多地方嘅房地產可能會有問題，而且你知道前一排之前啊，仲有一樣嘢嘅，就係支持地方係借錢，因為地方政府而家冇錢啊嘛。我哋不嬲都喺度講嘅，即係地方政府嘅而家係還息還本嘅錢啊，每一年有幾多？8萬億、8萬億，即係8萬億到10萬億，即係咩意思啊？全年嘅地方政府嘅呢個稅收入、財政收入12萬億，因為8萬億到10萬億要攞嚟還錢嘅。你如果一個人你嘅人工收入啊70%、80%要攞去還債，你可以宣布破產啊，係咪？一定嘅。你唔使食飯啊，你唔使做其他嘢嘅，你就破產算數啊。但係中國政府冇得破產，所以即係之前咧，舊年開始唔係有特別嘅地方特別國債啊，就係為咗借新錢還舊錢還舊債。而家呢樣嘢都冇啦，嚴格規範地方政府嘅借債，你唔可以去銀行借錢啦，你唔可以亂咁發嗰啲咩地方債啦，啊！所以呢樣嘢意思係咩？我可以同大家講嘅意思係咩？意思係中國房地產市場可能後邊有個加速嘅下跌，好有可能啊，有個加速嘅下跌。所以而家咧，當然佢講啊，即係有好多其他嘅消息講。我哋而家你睇根本上邊啊，佢都講嘅所有嘅措施出嚟，呢兩樣嘢係同以前係非常之唔同嘅，即係俾大家嘅一個最明顯嘅一個感覺就係對唔住，阿爺都冇錢啦，冇錢俾你哋啊，地方政府你自己搞掂啦，啊，我而家顧唔到你啊。我都躺平啊！你深山羊以前有中央補貼噶嘛？對唔住，冇啦，因為要嚴格規範，因為你過度競爭啊。咁啊，你地方政府你要整房地產，你要攞錢啊！對唔住啊，你要自己管理自己嘅債務啦。所以等於係北京咩躺平？點解躺平？就係冇錢，就咁簡單。完全好大問題，而家唯一一個可能性就係無毛呢個印錢，一無毛印錢咧，呢個惡性通脹就嚟嘅啦，就當然就好大問題啦。呢個可能而家可能係一個過渡期，之前咧通過不停嘅即係新增嘅債務，即係等於加槓桿啊，多借錢啊。嚟維持呢個經濟嘅一個穩定，一個表面嘅穩定，而家已經頂唔住啦，頂唔住，我中央呢隻手收翻嚟啦，我睇下你跌到幾時，睇下你點會發生咩？咁地方政府你自己搞掂啦，係咪啊？即係，所以而家等於係全部嘢都失晒，躺平之後再過一年，我估啊，1年2年。1年幾，情況越嚟越嚴重，可能北京又會動用另外一種方法啊，唯一一個方法就係無毛印鈔。所謂無毛印鈔啊，就唔係加槓桿，就係淨係印錢發落去，即係通脹開始大規模嘅一大幅度上升，咁係另外一個由一個惡性循環進入另外一個惡性循環啊。就當然呢個經濟啊，咁樣一搞，經濟一定崩潰。最慘嘅當然係老百姓啊，一定會
會好大問題。咁而家中國經濟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其實佢係一個過渡期，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啊，結構性嘅問題。房地產因為衝得太快，咁鬼多嘅房屋冇人買，咁點算？而家北京啊，採取一個措施，前幾日公布嘅，話喺中國大陸每生一個細路仔啊，任何人啊，中國人啊，生一個細路仔，每個月俾你300蚊，中央政府俾喎，中央政府俾嚇300蚊，3年為期，咁啊一個月300蚊，一年啊3600蚊。如果1000萬人咧，就300幾，一年咧300幾億，大概咁多錢。即係中央政府呢一招咧，我認為方向係啱，但係夠唔夠咧？當然唔夠，因為北京其實冇咁多錢俾老百姓嘅，係俾其他人，係幾百億俾政府啊，俾其他工廠啊、國營啊嗰啲公司，可能佢願意俾，但係俾老百姓啊，呢個當然係好大問題。有幾大嘅作用可以令到中國人多生細蚊仔？因為呢個人口結構嘅問題，將會喺一個中期同埋長期咧，徹底整中國經濟徹底崩潰嘅一個最大嘅原因，埋咗呢個因素嘅就係1980年嘅計劃生育，因為佢唔係一個科學嘅方法嚟做呢樣嘢嘅，而係強制性嘅做呢樣嘢，就係唔係極左就係極右，唔係極高就係極低，呢個就係行政主導嘅一個制度嘅最大嘅問題，佢冇一個平衡，冇人同你平衡。而家喺香港發生嘅嘢，就係補翻中國大陸共產黨幾廿年所有犯過嘅錯誤，香港重新嚟一次，全部犯一次，咁啊你就變成第二次回歸，呢個係非常之可悲嘅一件事啦，可悲嘅一件事。呢個係經濟方面嘅問題嚇。咁當然而家中國經濟點解會發生呢個問題咧？其實好簡單，就係因為全中國都俾呢個債務鎖住咗。好似前2個禮拜之前，我同大家講過房地產公司啊，所有嘅房地產公司嘅壞賬有幾多咧？而家係估專家估50萬億，地方政府嘅債務幾多咧？係表面嘅加埋隱形嘅120萬億，中央政府嘅債務唔係好多30幾萬億，好少嘅咋嚇？加埋老百姓嘅360萬億，等於中國3倍嘅 GDP， 年 GDP。中國一年係120萬億大概人民幣嘅 GDP， 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高嘅一個債務嘅呢個比例。如果你冇一個好嘅解決方法，呢個會未來幾十年將中國同埋中國經濟、中國人嘅生活水平壓喺嗰度，好似壓住孫悟空嗰個五指山咁樣。有冇壓500年就唔知啦，起碼5年10年一定係壓到你唞唔到氣嘅。呢個係主要嘅問題，因為你嘅債務係冇可能消失嘅，你一定要處理。你一係撇帳，你撇帳一定有人損失。你就算老百姓損失嘅結果就係冇人消費啊！你政府撇帳就係你嘅政府就係其實你嘅制度就會鬆動啊！地方政府都一樣，你冇咁多錢，你要縮減你嘅支出，你縮減邊個咧？
公安局要唔要咧？維穩嘅系統要唔要縮減咧？軍費要唔要縮減咧？所有呢啲都係對你嘅成個呢個制度呢個系統會造成一個動搖。每一樣嘢都係全部連埋一齊。講到呢度，我就講另外一件事啦。就係呢個美國人啊，同埋全球整呢個關稅談判啊。之前咧好多人講啊，好多嗰啲咩諾貝爾經濟學獎嘅專家喺度講，即係話特朗普上台咧，美國經濟一定好差啦。你打關稅戰咧，咁啊通脹就好高啦，失業好高啦，呢樣嗰樣講好多。咁到而家你睇美國經濟，完全冇呢個跡象。最新嘅數字第二季度係3%嘅增長，3%嘅增長喺美國嚟講係好犀利嘅一個增長嚟嘅。而通脹係2點幾，完全喺呢個範圍之內。失業呢個就業率，所有呢啲數字都非常之好。美國經濟唔單止冇呢個衰退冇呢個咩蕭條嘅跡象，反而係越嚟越旺嘅。你可以感覺得到。好，另外嗰方面，關稅戰，大家知道日本傾掂咗啦，英國傾掂咗啦，歐洲傾掂咗啦。尋日韓國又傾掂咗啦。咁我哋可以稍微計一下，你就知而家佔全世界 GDP 嘅51%到52%之間嘅國家，同美國已經傾掂咗啦。如果剩翻其他國家，即係中國啦、俄羅斯啦、印度啦，金磚國家下一個目標可能係印度，睇下同印度傾唔傾得掂啦。呢個係美國而家嘅一個位置，係非常之好嘅一個位置。咁同中國咧，同中國而家係斯德哥爾摩即係瑞典嘅一個城市啊，傾第3輪啊嘛，美國嘅貝辛特同中國嗰個副總理何立峰兩個人大人喺度傾第3輪，乜都傾唔到，但係傾咗一樣嘢出嚟咧，就係延續90日。北京好高興啊！中國有啲媒體話90日係咪？特朗普我哋一企硬，特朗普就退後啦，90日係咪？你8月1號、8月2號就向全世界徵佢嘅嗰個表裏邊嘅稅啦，係咪？如果傾唔掂就徵嗰個稅，但係中國就延期90日。但係其實嗰個延期90日，大家可以計下。而家美國對中國嘅稅收，基本稅收係30%，加20%嘅芬太尼嘅呢個附加稅收就加50%。咁由其他啲少少嘅加埋，平均大概50%到55%。嗰個表裏邊嘅特朗普要向中國徵幾多稅啊？64%，64%咁即係爭幾多？14%到係嘛？徵14%到。咁而家特朗普每一個月即係差唔多有200幾300億嘅關稅新增加嘅收入。上一個月6月份美國係好多年之間從嚟嗰個財政都冇一個黑字嘅，從嚟都係紅字嘅，有赤字嘅。6月份開始有黑字啦。對於特朗普，即係對於美國政府嚟講而家痛苦嘅係你，唔係我，係嘛？因為你中國人你要賣所有嘅嘢去美國，佢要開始要徵稅啊嘛，所以拖90日，你拖100日，拖半年1年，對美國人嚟講嗰個痛苦嘅壓力嗰個指數其實係好細嘅。但係對於中國嚟講係好大，所以對佢嚟講拖咪拖咯，有咩問題啫？係咪？因為佢同所有嘅國家，包括印尼越南咩菲律賓呢啲國家傾嘅呢個關稅嘅所有呢啲嘢裏邊，都有一個獨圓條款我哋叫呢個排中條款
即係話你必須要將中國過去嘅產品加幾多稅，譬如話40%。如果你唔加呢40%嘅稅咧，咁我就向你加多幾十嘅稅，所以佢有個獨圓啊嘅呢個條款，即一定係咁做噶啦，一定咁做。所以而家對於美國人嚟講啊，即係好開心啊，好開心，即係比較輕鬆啊，比較輕鬆。所以即係呢個貝辛特已經講啦，我哋唔趕住啊，我哋唔急啊，嚇點解？當然唔趕住啊！你而家我收錢收到咁多，我使乜趕住啫？係嘛？即係一定係咁樣嘅。所以未來會點啊？大家會繼續睇啦。但係今次咧，呢90日就非常之有意思啊！點解90日咧？啱啱係7月份到10月份，10月底咁啱啱係咧，你嘅4中全會開完嘅時間。咁啊，大家估下美國佬係點解要推90日，推到10月底咧？推到你4中全會開完咧，咁啊，大家會諗起啊，貝辛特前一排講嘅係咪？我哋啊喺而家北京啊，要係8月初要開一個會嚇，佢叫 conclave 咩？咁 conclave 係咩意思？即係秘密嘅換首領嘅一個會嚟嘅。咁啊，所以你就聽到呢度，你就知美國人要願意將呢個談判推到10月尾嘅意思，即係我要睇你4中全會有冇咩新意思搞出嚟啊嘛？會唔會換人呢？會唔會好似而家傳說當中啊，你嘅政策有個好大嘅轉向呢？而家睇起嚟呢個政治局會，我哋可以睇出嚟真係有一啲轉向嘅一啲跡象啊，係嘛？咁啊，但係而家仲睇唔清楚。我相信美國佬咧都有啲情報，哇！呢一件事好大件事啊，唔知喺中國會發生乜嘢，所以我寧願推遲少少，推遲90日先至同你傾。因為而家美國嘅所謂嘅萬國關稅或者全面對等關稅嘅呢個關稅戰爭，對於美國佬嚟講，最大最重要嗰個對手就係中國。對其他國家都有逆差，但係最大嘅逆差就係中國嗰度。所以佢嗰個戰爭輸或者贏，主要睇對中國呢一個談判係輸定係贏，後邊嘅結果係對邊個有利，係邊個打贏，呢個先至最重要啊，係咪？所以美國佬而家就等多90日啊！我再睇你咩意思啊？好明顯啊，就係等你4中全會啊！即係我感覺得到，我嘅感覺就係你要知道呢個宣布90日係喺政治局開會之前啊，佢已經宣布90日嘅。我就會估美國佬知道政治局會開呢個會，而且知道4中全會大概喺10月中。所以我幫你揀到10月底，係嘛？呢個好合理啊，係咪咁講啊？所以我哋講呢個所有呢啲連埋一齊咧，我覺得8月份、9月份啊，會有好多好戲好睇啊！咁啊，會有同大家一齊會繼續睇落去嘅。好，今日就講咁多，多謝大家，我哋下次再見，拜拜。